当我们谈论自卑、嫉妒和嗔恨心时，这些情感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有时候看到他人的成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自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价值。同时，嫉妒也有可能渗透进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那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这样的情感往往来自于自己的不安全感，以及不自觉的想要与他人去比较。然而，更重要的是，当真知道自己有这些情感的时候，要试着时时去觉察这些感受，并试着从中学习成长。我们可以转变自卑感为动力，转换这些能量，让它成为让我们变得更好的能量，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嫉妒和嗔恨的情绪中。建立自信，珍惜也认同自己的价值，并且专注于个人的成长，是克服这些负面情感的一种方式。同时，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的时候，如果有觉察到自己有了这样嫉妒的情绪，也可以试着转化成咦，我也为他感到开心哦，这样的一个感觉。时常觉察并练习这样的转化，可以为我们的心灵带来宁静与正向的能量。现在让我们一起深思熟虑观看这一段影片，或许能为你带来一丝启发。今天我们散播的内容主题叫做吸引自己同层次的人，这个应该没有开过这个主题了。那由这个主题，我的目的就是说，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向外看，很少在向自己的内心走。当然不是所有人啦，大家都是看外，都是向外看，都没有在反省自己的内心。有时候看到某些人跟自己的性格不一样，或者说最近这些人好耀眼就产生了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嫉妒嗔恨，另外一种心态是自卑，我怎么觉得我永远跟不上这些人，那我是不是就丢起来就好？这两种心态呢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在修，其实就在修这一关，去除嗔恨心，去除自卑，走中庸。因为呢，每个人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那发扬自己的优点，修正自己的缺点。各位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愿意发言的话，来，之瑜请说。这是我的强项，很会看别人，觉得自己都不 OK， 觉得自己不行是吗？那你觉得自己不行以后，你会怎么样做？我这几年的做法是认真，那再到后半年，尤其是我们大师班初阶到现在，我发现我的状况应该是比较偏于说慢慢以自己内心为主，开始慢慢的以自己内心当下的状态再去分析说别人的强项是什么，我的强项又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一直要觉得自己要去追赶别人的东西，追赶别人的速度？后来我就静下来说，我也不是没有优点，为什么我要去追？那别人累生累世累积出来的东西，我这辈子怎么也不一定赶得上，但是至少我可以，那这是我珍惜的地方，所以我就调整我自己的心态。那调整的状况就是我看我内心当下想要的是什么，想做的又是什么，真正要专注的又是什么。那别人尤其是我们的读书会分享以及佛学课的时候，那个师兄他们分享的东西，尤其在昨天的那一堂课维摩诘经那一块，我真的有得到东西。那因为为什么会觉得有得到东西，是因为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里面讲的内容怎么跟我们真人所教出来的东西都雷同，然后我就听得非常非常有感，也很有兴趣。那时候我整个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把我的认知里面去跟维摩诘经里面的一些
说法去做一个融合验证之后呢，我就发现说，我真心的看我自己内心的东西，不去追赶，那也不去外求的状态下，我发现我慢慢我能接受说，现在发生在我身边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都能够以比较平常心在接受。好的，了解。那如果你不伤人，人家伤你，你怎么做？我会看我当下在不在意。对，如果我是非常非常在乎的话，我还记得当初玉芬师姐那时候在执行盛世，其实她是在提醒我一些我过去所常犯的错，可是因为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关卡，一直没有办法过。可是可能是老大那时候也一直知道我很想把那个卡过，那我也一直在释放当下的一些很多的情绪。老大借着那一次的状况，让我去知道说，我那个关卡虽然没有过，可是我可以 hold 住我的情绪，而且我还可以同时去理解我的一些理性体、感性体以及知性体的一些部分。甚至我很清楚，我是一个遇到真的我有难或者我有解决不了，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会求救的人。所以那一次的事件就比较有惊无险的过去。玉芬师姐也比较倒霉，因为那时候我也对她有甩态，这个甩态让我觉得我可以更让我自己表现出来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完美，但是我愿意去调整我自己。后面其实还是有几次类似同样的情况，可是我发现对我的力道慢慢减少之后，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我可以去跟他学着做到放掉的一个。来，Kenny师兄请说。感谢这个班长开这个闪播这等于是岁末的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个人来讲的话，都是站在这个地上看到所有的修行者呢，都是繁星点点那在繁星点点之余呢，是觉得是自我觉察，那觉得很多地方是很不足的，追赶的心是有目标的，但是呢，在修行的路上，我也能够慢慢的能够理解得到，真的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去修一个自己的一个平和。那当然荣辱之间，其实我觉得也像班长还有副班长说的，自己就是一个管道，把自己的管道通干净通清出来，这个是比任何你外求外作意外面的表象呢，甚至是厉害跟好很多的。守好自己的心，守好自己的身口意，这个我会觉得是最好的。当然无论是在有形无形当中，那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个都一定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是说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自己无论是在修行弘扬法啦，或者是说法身慧命的一个修持，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要谨慎跟小心的。那我的分享报告就这样，谢谢您。好，谢谢，说得很好哈。各位知道为什么我要突然开今天这个闪播吗？我如果说我是收到讯息了，所以我决定做这个闪播。各位知道我收到什么讯息吗？你有同步收到讯息的请举手。好，手请放下哈。我讲个故事哈。在我决定闪播之后呢，就发生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有某位师兄打了电话给我他询问我的事件是我收到要闪播的事件我都不讲谁然后呢，我也不在那个盛世群或者社群里面讲，我直接在讲师群里面讲这件事情，就有人开始去接龙当事人都没有接，可是呢，当我一开闪播，连结一上去，当事人马上接龙。各位觉得这有什么关联吗？都不知道好，如果我们今天的心正心正念，我们随时有在觉察，随时有在捕捉周围的能量磁场的波动，其实通通是可以接收得到，
对，就像义珍讲的，你马上可以捕捉到你旁边的微量讯号。当你捕捉到这个微量讯号的时候，需不需要去做回应，或者需不需要去做防御，这个就看你当下的心境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也有每个人的优点跟缺点。比如说，好，义珍今天这么积极，我就拿义珍举例子。比如说像我们曾总齁，曾总他的特质就是很灵敏，那个处理速度的反应相当的快。那相对的我呢，我是那种很迟钝，我很迟钝，然后那个接收讯号也很不好，反应也不好，又迟钝，所以我跟他刚好是一个对比。那今天呢，或者说最近我都发现，义珍好像最近很活跃哦，一直在展露他的优点，这个刚好是我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心态不好，我会产生所谓的嗔恨心，那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是不是在针对我啊？可是呢，当我这么一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修行的人如果很敏感，义珍绝对会被我干扰到，因为我们发的嗔恨心，我们的意念出去了，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被我干扰到。那如果他修行的好，那还好哦，万一他没有修得很好，他也收到了我的干扰，采取反击的话，请问各位知道我会怎么样吗？如果义珍反击回来，我自己因为我很迟钝啊，不会有感觉义珍会被我冲得很不舒服，但是他反击回来的东西我没有感觉，请问这对我是好的吗？我告诉你，这是不好的。我们的那个认识灵性有讲，你发出什么样的能量，最后会反到你自己的身上，反到你自己的身上还加倍。虽然你没有感觉，但是你一定会受伤。什么地方受伤我不知道，你发什么心去伤人家，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这里有2个地方要讲。第一个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发嗔恨心，当然多多少少会啦，但是尽量我们修就是修这个，不要去发嗔恨心，去想别人怎么样，用坏的，如果这样子会去伤到别人，伤到自己。第2个层次就是当我们收到别人来的邪恶诅咒的时候，我们把它收下来，把它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能量，我们千万不要再起嗔恨心，把这个能量返回去。这样子，第一保护到别人，第2保护到自己，第3呢，收下来的能量为我们所用，这是各位不知道的。收下来的能量我们能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能量可以用的，各位可以验证看看然后呢，那如果今天是冤亲债主的能量呢，这个时候需要验证，非常需要的验证。为什么需要验证？因为收到冤亲债主它可大可小验证完之后再采取，比如说要做功德，要回向，要去哪里，这个再说这是冤亲债主的部分再来呢，我们来讲，如果有一天呢我开窍了比如说我已经冲过义珍了，把它冲到让它很不舒服，我自己也受到报应了。有一天我开窍了，我会发现原来当时发这么多的嗔恨心是我的不对。各位师兄姐晚安。最近有一个发生我也在学习跟在体会的过程当中，通常在我的生活跟家庭还有在真源的一个修行不会有这种的状态可是在工作上难免就是这个状态会比较多一点。譬如说我在上个月有一件事情的一个状况，我的公司里头因为有一个新的职务，在我们4个总经理里头，公司选了一个他就上任了。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找我约谈，然后他要告诉我的一个状况，刚刚类似像刚刚班长形容的这个状态他说我稍微简述一下，他告诉我说董事长要选营运长的时候，其实他是推荐我，他觉得我怎么样优点，还有他也觉得我怎么样我的缺点他希望能够收服我，能够为他所用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看到他一直不安的向左转向右转，
呈现面红耳赤的那种涨红的那个状态。那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是很平静的，我就看着他所表演的所有的一切，就像看一出戏一样这样子。好，这个是我在上个月的一个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不少，在这个过程里头，只要有一些的会议啊，他只要能够站版面的这个方面，他一定会去站版面，也呈现出他最行，他最厉害。只要有人发言，他就会把他有点类似二楼 day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让他发生，静静的谢谢他，让我看了这样子的一个如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并且我也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要这么做。好，大概这个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好，这个就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体验哈。我提供一个修行方面的，就大概在将近15年前发生的哈。真缘还没出现，那个时候我住在卡起来了哈。我那时候已经在修行了，那就有个朋友常来找我泡茶聊天嘛，那知道我在修行，就带了一位修行者来，一样泡茶聊天。可是呢，那位修行者一进来就展现出了很高姿态，他修得很好我提了一些问题，看我能不能回答这样子。他提问题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考我，看我能不能解出他心里面的东西。但是重点并不是这个题目，而在这个态度。他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说很高很高傲，全世界他修得最好的这种态度。当时的我呢，当然刚开始修没有几年，修的也不是很好。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觉得奇怪，照理讲我应该发一些嗔恨心的，我竟然没有。我跟义珍的态度是一样，我就看着他展现的那种高高在上，那一种修行人的傲慢。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是在示现给我看，以后我们不管修得如何的好，都不可以有这一种高傲慢出现。也就是这个时候导致我后来不管修行的结果如何，我不会去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的一个经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聊天当中，或者跟人家接触当中学到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修行真的非常的有帮助。再来我们讲自卑的部分，一样拿曾总来当例子好，我今天看曾总好厉害他在修行方面怎么都能分享出这么精辟的东西，分享出来的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觉得他阶层很高我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有产生自卑感的想法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一句话，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它能吸引到他的同频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style，我们能吸引到跟我们同样性格、同样阶层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愿意做，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吸引到的是他吸引不到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适合的频率，有每个人适合的群组，绝对不会互相去吸到，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有自卑心态产生。每个人能吸到的群组不一样，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各位听到我这么样讲，你还会觉得自卑吗？都不会了这么好用，我开了灵丹妙药是吗？好，那既然听了我这么讲之后，你不会自卑，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千万不要自卑也不要自闭啦，自闭是没有用的自闭你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你的生命蓝图该做的事项。好，反个方向今天如果我是义珍这个角色，有人在旁边偷偷跟我讲说，我最近太锋芒毕露了有人在背后说你如果是你会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会开始起嗔恨心的举手，或者说你会开始丢，有人说我这样，那我不要了，会这样的举手。好，有2位很诚实如果是我不会丢呢，因为刚刚那句话，我会自我觉察，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太过了，但我并不会丢。为什么不要丢？因为我有我的 style， 我要吸引的是我的族群，所以如果不去影响到别人，不去侵犯到别人的情况下，何必丢？如果我刚刚说的那样，如果我
做的这些事情，我不是伤害到别人，我也没有自我伤害到，我又是为别人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很执着的去一定要别人照我的方法走。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何必改变作风？因为这是我的风格，所以请各位要记住这一点。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加，谢谢大家，拜拜。非常感谢你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